在里面有啥钱？一天2块，一天给你发3块。最高的就是每个月劳动报酬是180。你想200个人，150个人抽烟，你不让人抽烟，那还不造了反了，对吧？在里面就是可以不吃方便面，可以不吃饭，但是必须得抽烟，就是只跟关系好的人在一块抽，跟其他人哈，你想减刑的，你就夹紧尾巴做人，乖乖装孙子。我刑一减下来，我就直接跟一个，从内蒙，然后就是异地关押的这个黑老大，就扫黑除恶进来了，我直接就跟他干了一架。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在中国的监狱里面待了几年，又重新回归社会的人，我们后面简称他叫老张哈。老张啊，30出头，原来是个上班族，有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虽然挣的也不能算多，但也够一家人过日子，家里还有套小房子。他的街坊邻居谁也都没想到，他突然就进了监狱。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他自己解释啊，是一时冲动犯了事儿，判了几年。但是怎么冲动呢？犯了怎么样的事儿，他具体没有讲哈。不得而知。看他这个情况，关了几年就出来了，估计也不是什么重刑犯啊，估计可能大概率就是冲动打架伤人了，给对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一些伤害。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不是黑社会，他过去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年之后呢，他就出来了，人没废，但眼神明显看起来不一样。下面就是他讲述的监狱里面的故事啊，不少情节和影视剧里面非常类似，但是细节更加丰富。这还是我头一回听真的出狱的人亲口诉说。就后面呢，我还会详细讲述一下中国监狱的监狱体系，具体讲讲这些不同类别的监狱都是谁管的、关谁的、干什么的。比如这个著名的秦城监狱，大家都听过是吧？也会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监狱是怎样的，世界上最舒服的监狱是怎么样的，最恐怖的监狱又是怎么样的。老张就说啊，这个监狱是个讲规矩的地方，那也是看清人性的地方。因为在监狱里面，不少人呢一相处就要相处好几年，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在这里面讲规矩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种非常狭窄的地方，又处处受到限制，那生存的空间非常有限，甚至连抽几口烟，允许你花多少钱都受到限制，人性就往往就容易暴露无遗啊。监狱里面是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有工资制度，有减刑机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生存规则：装孙子。他说呀，在那种地方，你不学会低头就活不好。进去第一天，干警就会教你3句话啊：我是犯人，你在这是哪里呀？你来干什么呀？接受改造啊。据说北大校门口的保安也天天问这3句话。哲学问题啊，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在监狱里面，他说他那几年几乎没有见过黑夜，啥意思呢？就是监室的灯24小时是不关的，连睡觉里面这个夜里面睡觉的时候灯都是亮着哈。那摄像头就挂在这个脚上，盯着监狱里面的每个角落不眨眼。这里啊就是没有黑暗，没有隐私，想上厕所那也得对着摄像头，想洗内裤也有人看着你搓哈。这玩意儿谁看？太恶心了。主要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你一低头不小心就看见了，不想看都避不开。你要想要隐私，你就得先记住一件事儿，是你是个犯人。老张就说呀，这监狱的生活节奏啊，那比工厂还准。每天早上6点钟铃声一响，全体起床，点名、洗漱、吃饭，全都压缩在1个小时之内。7点以前，人必须站在车间里开始干活。上午干到12点，吃完午饭，有时候呢能歇一会儿，有时候因为如果要赶进度的话，就得被喊过去继续干，一直干到晚上6点半，甚至7点钟。他们干这个活不光是看时间的，还得看这个任务量。车间就是一个流水线，比如说啊，就有些人就负责裤子上的一个小环节，有的负责缝兜的，有的是负责上腰的，有的负责上拉链，就一个人一个工位，谁都脱不了队。比如缝腰，一天定个500条，完不成，那就得加班，一直加到完成为止。啊，我之前一直以为大家调侃吴亦凡在监狱里踩缝纫机嘛，是一种调侃，没想到还真的是这样，就是在监狱里，大家要么踩缝纫机，要不干一些这种流水线的活。对对对，而且现在不止踩缝纫机，现在还有网络上的水军呢。那他们这一天也挺辛苦哈。那一天干10来个小时，有没有工资呢？有，大概10个小时能挣3块钱左右，就比较低的就一天能挣2块钱，干得多的5、6块钱的那种就属于高工资了哈。啊，那这其实应该也不能叫工资吧，因为一天也就几块钱，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意思一下？有钱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啊？不过在全世界的监狱，咱得说都差不多，你肯定不能根据社会上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做参考啊。
你比如在美国的普通州的监狱里面，囚犯的平均工资大概是每个小时13美分到1美元之间，也就是说干上一整天也只能挣个2-3块美元。甚至在有些州，比如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德州，那是完全不给工资的，干多少都算义务劳动。联邦监狱呢，工资会稍微高一点。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老张啊，那会儿他想拼命干，就是为了减刑，他挣的工资也稍微高点。想减刑就得有成绩，这个成绩就是干得多、表现好、不惹事儿，这就是加分项。可要是跟人干一仗的话啊，那半年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他嘴上没说，但能看得出来，那几年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一样啊。他不是说想混日子，他就想早点出去。可真轮到他减刑那阵子，就事儿就来了。幸好啊，他减刑批下来了，批下来没2天，他就跟人干了一架。对方啊是从内蒙古调过来的黑老大，扫黑除恶的时候抓进去的。来了之后啊，也不怎么干活，还在监室里面就摆谱。老张呢，因为干活一直比较积极，那被管教也都看在眼里，就是他和管教的关系也都还不错。然后老张和这个黑老大那天就发生点矛盾，最后他俩就干了一架。然后这个管教后来就过来问啊，说老张，你刑减完没有？老张点头就说说减完了。管教就告诉他啊，那行没事了，啥意思呢？减完了，对，就是你减完刑了再打架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减刑之前你打架，你这个基本上你这就别先减刑了。老张说啊，这就是现实。就像他这种有职业有生活想出去的人，进了监狱就会认真改造，心里有一个盼头。可有些人呢，就抢劫、盗窃、吸毒，社会边缘人进来啊，就像串门一样，吃喝有人管，还能抽烟聊天啊，基本就不把坐牢当回事儿，就下次再进来的概率就极高。没准他们还想留在监狱里，起码不用为吃喝发愁了啊。那应该还是出去自由一些吧，我觉得。说起来这个抽烟这个老张就咧嘴一笑，说啊，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抽烟。老张说以前就老监狱那会儿，就大家都知道在哪儿能抽。那个时候呢是架子床，摄像头是装在中间的，你钻到床底下那个空隙屏幕上基本就看不见。要不呢就往厕所换洗室里面去蹲，反正就总有死角。老鼠窝里都有蹲进去点2口的那些年在监狱里抽根烟，就跟在外头偷情似的，偷偷摸摸，但很多人就忍不住。但后来就换地方了，搬到新监狱，那完了，监控升级，360度全覆盖。摄像头无死角，红外夜视，一动就看得一清二楚。你想这夜视那个烟头一点那就特别亮，就连你喘口气儿，那都有人在监控室里面那个盯着那你想抽烟，只能去厕所，那还得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情况下那种默许。本来那是连抽都不让抽的，但是你想一个监区200人，起码有150个是烟民，要全面禁烟，那就不是管理了，那就要点炸药包了。那人活着就得有点缝喘气儿嘛。规矩归规矩，日子还得过。那监狱里面允许抽烟，其实就是给囚犯们一个口子让他们能够喘口气儿。老张刚进去那年，他家里人就很急就怕他吃苦，就赶紧就往监狱有个账号就打了4000块钱，就是他个人的账号。那个时候家里人还以为在监狱里面花钱跟外面差不多，就你想花多少，我有多少就花多少。这老张里面没啥要买的吧？我感觉那些物资应该都是监狱给你配了。但是你比如你买点方便面买点香烟，或者买点好的香烟，这生活不就不一样了吗？而且还可以通过香烟来认识一些人，对不对？打打交道。可是这老张进去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得花。首先他欠着罚金，这个罚金不交清的话，购物的额度就卡得很死，一个月他最多就能花200块钱，就是你卡里有4000块钱不让你用你最多每个月花200。罚金是什么东西？他没有讲这个具体讲这个罚金是啥，但估计就是说他在判刑之外，可能因为他对人造成了伤害嘛，那可能还要出一些罚金，包括医药费之类的。那这个罚金他一开始就没有交清，就意味着你有钱也不能花，最多就花200。他说一条兰州烟69块钱，剩下的吧你还得买牙膏吧、牙刷、肥皂、方便面这些日用品，那等于一个月顶多你就只能买1条烟。那监狱里那作为社交，烟还得经常散一散烟是吧？就是大家得分着抽，打打关系。那所以说他抽烟就得算着抽，不能敞开了抽。一天5根烟就算正常了，6根就有点奢侈了。那时候老张他就说他每个月干活挣个100出头，然后家里呢再打个100多块钱进来，他卡上不一开始存了4000嘛，他说他花了2年就这么点钱。就是说在监狱里也真是花不了多少钱，你想多花也不让你花。后来呢，快到报刑的时候，家里就把罚金一交，购物额度一下子就涨到了450。报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最后给他，比方说减刑，从5年减到3年这样。
报刑是中国监狱体系里的一个术语，全称是报请核准刑期，就是说快要减刑啊，或者快要到期了，期满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估计就这个时候，他如果不把罚金交齐的时候，可能就影响他减刑，或者是核准刑期啊，就没准就会导致更长的刑期，就这种变化就可能会发生。所以犯人他如果有能力的话，一般都会在报刑之前把该交的罚金都要交齐。那罚金交齐了，购物额度就上涨了。赶上节假日啊，还有一个上浮，3成5成那种哈，那就一次能买个600、700，这才算真正能消费了。那也是买烟吧，我感觉也没啥可买的。对，还有一些各种的零食啊什么之类的，是吧？打牙祭，而且他要多买一点呢，还可以给周围的人分一分，这样可以处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但是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张这么的一个家里的后方，有些人就是真的1分钱都没有啊。你看，比如有父母没了的。亲戚不理的，朋友不见的，账户上的挂着个零，啥也买不起。老张说他刚进去的时候啊，就认识一个哥们儿，那个人是家里真穷啊，但人又特别实在，总帮着他，所以老张有烟有泡面，基本上就都跟他分着吃。因为在监狱里这关系就是命根子啊，这个地方你说大不大，说小也就真小啊。但是你抬头不见低头见嘛，一住就是好几年，关系处不好，哪都不顺，哪怕你就想躲都躲不开。说到这儿，我就想扯个题外话，就是为什么我就特别反对，就是大学之前你让孩子住校，就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住校，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同学，那真的就是你没地儿躲呀。尤其是如果你跟他一个宿舍的话，那几乎没过几天就可能发生一些糟心事儿，一些局域，就非常影响情绪。人与人之间有边界感真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对于容易冲动又不太懂事的这个孩子群体。最后，老张谈到了他的婚姻状况。他在服刑期间，妻子就和他离婚了。他的人生总结就是婚姻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一切。他也不怪妻子，他自己呢有错在先。言外之意就是他曾经好像是出过轨哈，再加上呢现在一无所有，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他也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短时间内也不打算再找新的伴侣了。他说自己目前也没有那个能力，现在彩礼要的也高，就算2婚也要彩礼哈，他也不想自取其辱了。就是只要进去的人，有人提出离婚，那基本上都会同意。就是同意是法院同意，法院同意的原因就是你犯了事儿了，那你就是过错方。等于说他要上诉到法院了。对，法院直接来的人，直接判了离。对，那是通知。等于说没跟你商量，直接就商量了。按照你讲的，我感觉你前妻对你挺好，就破产以前。当时我在出事的时候是只能说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对不起我。他没有对不起你。对，没说哈，男人有钱就变坏是有道理的。我靠，你要这么讲的话，问题还在你呢。但是我爸妈对这个儿媳妇的相当认可。你看他现在都不愿意讲坏话，他也不愿意讲。就是所有的家庭矛盾你说的什么价值观不同性格不合其实在我看来通通都是一点，就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对，至少在我现在我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就是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一切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暂时先不去考虑另一半的这个事情我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去将就，并且找了一个人，人家估计还不想跟我将就，对吧？尤其是现在，我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2婚还是要彩礼的，可能要的还更狠。我现在一无所有，还欠了一屁股账，那我就不给人家侮辱我的这种机会，所以说我连找我都不找。但是好在他的人生也算是重启了，一个人自由自在也未尝不是一种别样的幸福，也祝福老张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中国的监狱体系它是有层级、有分工、有讲究的我们从3个方面讲，谁管的、关谁的、干什么的。先说第一个，谁来管？中国的监狱绝大多数是归各省的司法厅或者监狱管理局来管，比如广东省监狱局、山东省监狱局统一负责整个省的监狱系统，也有极少数的中央直属监狱，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会有司法部直管的单位，但那是极个别的，比如著名的秦城监狱就属于这种级别。所以从行政层级上分呢，有省级监狱，也有中央直属的重点单位。地市级的虽然地理上归某市管，
但管理权仍然在省里。第二个问题是关谁哈？监狱它不只是关一种人，它是分类管理。最常见的就是成年的男性罪犯，还有专门的女子监狱，比如北京女子监狱啊、云南女子监狱。未成年犯呢就会被送到未成年犯管教所，像湖北、黑龙江这些地方啊都有。身体虚弱的、年纪大的就会进老弱病残监区，有的监狱会单设，有的监狱啊在内部划分一块区域。还有一类就比较特殊了，比如说高危罪犯监区，比如涉黑啊、涉恐、暴力重刑犯会被集中管理，警戒级别就更高。第三个维度啊，就是监狱它干啥哈？很多人以为进了监狱就是坐着反省，其实是不对的哈。就中国的监狱大部分都是有劳动改造任务的，比如车间、厂房、农场都有。现在据说还有网上水军了哈。有的做衣服，有的种菜，有的搞包装生产，这是改造手段的一个方式啊。那也有一些监狱啊，走的就是教育型改造这个路线，有什么心理辅导，有文化课，也组织法律学习，讲的就是那种教化。但大部分还是以劳动为主啊，教化为辅。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机构叫强制隔离戒毒所哈，虽然它不是监狱，但归司法行政系统管理，模式呢和监狱很像，也有这个改造的流程。最后说一个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地方，看守所不是监狱啊，看守所就跟美国那个 jail 是一样的意思啊，然后监狱呢就是 prison。看守所呢是公安系统管的，是关那些还没有判刑的人的地方，比如案子还在走程序，没定罪就先关在这儿，真正判刑了才会移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服刑。所以一般流程是啊，就派出所先抓了之后送看守所，然后法院判刑，最后移送监狱。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监狱咱也不能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确实有分类有分层哈。那谁来管，关谁，怎么管就各有讲究了。有的地方严，有的地方松，有的干活，有的上课，有的像车间，有的像军营。但无论哪种啊，进去之后的日子都是一条线儿，服刑改造，等待回归社会，这就是现实系统的中国监狱系统。哎，但那些落马的高官应该是不是条件就比较好一点？那肯定嘛。然后跟美国也是类似啊。那除了像他们，比方说像吴亦凡这种呢，或者说之前高晓松不是说也入狱了几个月嘛？就像这种社会知名人士，是不是他们的待遇也会比较好？哎，首先啊，高晓松他只是个知名人士，但他也谈不上是什么权贵，他进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监狱。高晓松后来还写了一点东西，描述他当时的监狱生活，他其实是跟当时社会的各色人等就关在了一块儿。哦，高晓松已经挺知名了，原来在监狱里还没有享受优待。他毕竟不是什么，他只是知名人士，并非权贵阶层嘛，这个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跟其他人也都是一样的待遇。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聊一下美国的监狱系统。美国的监狱在影视剧作品的加持之下，可以说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广为人知的监狱场景。最典型的作品就是《越狱》啊，男主角你曾经不是超喜欢看？对，男主角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之下，那是酣畅淋漓地展示了监狱的各个角落，什么如何拉帮结派，如何在监狱生存。这部剧其实在美国并不出彩，但是在中国大陆是火爆一时啊，男主角也成为了那几年大陆的超级偶像。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在大陆兑现商业价值。说回美国的监狱系统啊，就美国呀，它就是全球坐牢人数最多的国家，不是之一就是最多啊。虽然美国只占全球人口的4%，但是全世界大约20%的囚犯都关在美国的监狱里，没想到吧？也就是说，每100个美国人就有1个人正在坐牢或者曾经坐过牢。那为什么坐牢？这比例真是够大的。是，那为什么坐牢的人这么多呀？这里面就有很多原因。首先，美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量刑制度，特别是在毒品犯罪和暴力犯罪，比如这个有些州啊就实行3振出局法，就你只要被判了3次重罪，不管第3次是干了啥，就可能直接判无期徒刑。其实本质就是，如果你屡教不改，放出去，那你就是危险和祸害，干脆直接从社会上消灭啊！而且美国的司法非常依赖认罪协议，检察官通常就会说，你认罪就给你减刑，不认那就重判。这个情节大家应该就非常熟悉，在无数的影视作品中都会看到，比如我们前段时间看过那个《亿万》，是吧？检察官和律师的这种协商角力的这种情节，就导致律师在美国的作用是地位挺高的，大把的挣钱。他们的作用呢，也确实对有钱人来说尤其重要。好的律师就能协商出好的条件。当然了，这也有负面的作用哈，就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冤枉的，但是权衡之后，如果认为这个证据对自己不利，那么就有可能会接受认罪协议来降低风险。这样的做的结果就可能相比于最后被陪审团认定有罪的话，会相对轻判，会少坐牢。而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协商环节，
核心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司法的这个负担成本，尽快结案，进入下一个案件。那其他国家也有这个认罪协议吗？答案是有，但不完全一样。首先，咱们看看英国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也有类似的这种认罪换轻判的机制。如果被告在庭审前早认罪，法院通常就会减轻1/3的刑期，认得越早，减得越多哈。但英国呢，不像美国那样靠检察官来私下谈判，法院仍然有这个最终的决定权，而且不能胡乱威胁被告。加拿大也有认罪协商制度，但强调的是公平和透明，就法官可以拒绝接受不合理的这种协商，比如量刑太轻啊，案情不符啊。那在亚洲呢，日本是在2018年引入了这个认证协商制度，而且非常有限，只适用于经济犯罪、企业丑闻等等特定的案件，而且只允许对他人犯罪提供证据换减刑，不能对自己谈判。韩国、中国大陆也在逐渐引入一些认罪、认罚、从宽的这种制度，比如在中国哈，那刑事案件中，被告如果主动认罪、赔偿，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轻判。这个情节已经在无数的案例中有判例了。总之比较下来啊，这个美国的认罪协议是最市场化、最谈判化的一种，它效率很高，但也被诟病为容易冤枉无辜。而其他国家的做法大多会更加谨慎，限制会更多。一句话总结，认罪换轻判，很多国家都有，但像美国这么依赖谈判解决案件的，全世界独一份儿。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监狱本身，美国的这个监狱体系它分为3级：联邦监狱、州监狱和郡县看守所。但无论在哪一级，普遍都存在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人满为患，刚才说了，美国呢入狱的人总数是全球最多的，很多监狱都超负荷运转，原本设计关500人呢，结果就可能关800个人，囚室里面上下铺那是挤得满满当当，活动空间极度有限。第二就是暴力严重，不光是囚犯之间打架斗殴，狱警的这个暴力执法也是屡见不鲜，还有帮派文化，有的监区甚至按照肤色来划分地盘，比如这个白人、黑人、拉丁裔互不干涉、暗中对抗，这些情节在美剧《越狱》里面都有非常清晰的描写哈。第三就是这个私营监狱的问题，很多州把监狱外包给私营公司来运营，这些公司啊是要盈利的呀，那减少伙食、压缩人力、囚犯干活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啊。这就造成了一个有点荒谬的现象，就坐牢不仅是惩罚，还是一门他人的生意。就是你没听错哈，在美国有些公司就专门靠多关人来挣钱，所以也有人说这个美国呀是全世界唯一把坐牢当成产业来经营的国家。最后啊，说说改造，就在纸面上，那美国监狱是有教育、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的，但实际上这些资源很不均衡。少数监狱呢是在认真做，多数啊就是流于形式。囚犯出狱之后就面临着找工作、住房、信用记录等等层层的歧视，再进监狱的几率也很高。数据显示，美国的再犯率在3年内会高达66%，也就是说每3个人出狱有2个最终会再回去。所以说，美国的监狱实际上是很多社会问题的集合体，包括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司法机制、资本操控，都在监狱这个封闭空间里被放大、集中和加速了。这就是美国监狱的一个真实现状。那美国监狱听起来是不是挺恐怖的哈？但有没有例外呢？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有秦城监狱是吧？专门关这个高级的官员和特殊的人物。那美国有没有类似的地方专门收这些有身份啊、有钱的人呢？答案是有，不过形式呢不太一样。在美国呀，有一类监狱被戏称为 Club Med， 这个名字，像养老院是吗？对，就是从那个 Club Med 度假村借来的，带有点讽刺意味，就是说啊，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进的可不是监狱啊，而是一个 club。这些监狱官方名称叫联邦最低安全级别设施，简称 FPC。一般关押的是没有暴力犯罪前科、没有逃跑风险、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犯人哈，比如这个白领罪犯、政商界的人物、好莱坞的明星，甚至前议员、前法官。比如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美国最著名的女性联邦监狱，曾经关押过名人玛莎·斯图尔特。咱们可能不知道，但她可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烹饪节目女王，因为证券欺诈坐了5个月的牢。在佛罗里达州呢，有一座被媒体称为阳光度假监狱，囚犯可以参加户外活动，打高尔夫球、修剪草坪、健身、上课。德州的 FPC Bryan 也以管理宽松和干净整洁出名，曾经关押像金融诈骗、税务问题的这些女性的犯人。这些地方和美国的主流监狱的那种暴力混乱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单人床啊、草坪、图书馆没有铁窗、开放式的监区，更像一个封闭的大学宿舍。当然了，这些地方也不是真度假村，它有规律的作息，有劳动任务，不能随意的通信，没有自由。但相比普通监狱，确实轻松和舒适得多。问题就在于谁进这些地方，
这就涉及到检察官、法官的裁量权了，还有这个律师的争取能力。换句话说，有钱、有社会关系、有专业律师，你就更有可能被判进这个 Club Fed， 而不是那种人满为患的、暴力频发的那种普通的联邦监狱哈。这也起码反映要有钱付这个高昂的律师费。所以啊，这也反映了很多时候法律确实是平等的，但判决的结果呀，并不一定平等。这就是人类社会，到哪儿都差不多。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这个全世界公认最舒服的监狱，那肯挪威的定在北欧吧？对，挪威的哈尔登监狱。在北欧，挪威是以人性化著称的一个国家，坐牢那可是真不一样。哈尔登监狱呢，就位于挪威南部的一片森林里，远远望去，它根本就不像一监狱，就像一座现代化的大学校园。没有铁丝网，没有电网，外墙甚至都是木头和玻璃。你走进监狱，看到的就是干净的宿舍，一人一间房，房间里面有电视、有书桌、有窗帘，还有带热水的独立卫浴。咱们再看看这个饭堂哈，吃的呢是营养搭配的热餐。想喝咖啡，有自动咖啡机；想健身，有健身房和篮球场。服刑人员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除了学习锻炼，还可以参加美工、美术、音乐制作等项目。有人还真的在里面出了音乐专辑。有人说啊，这哪是坐牢啊，简直就是疗养院呢。但这背后啊，其实就是挪威的理念。监狱的目的是让人改过，不是让人受苦。挪威政府认为，一个人哪怕犯了错，也不应该被毁掉。他们希望通过尊重教育和社会融入，让犯人出狱之后不再回来。所以，挪威的再犯罪率是全球最低之一，大约只有20%。美国呢，就是高达70%了。那问题来了。那什么样的人才能被关进这么好的监狱？因为挪威肯定不止这么一个监狱啊。其实哈尔登并不是只收这个轻刑犯，他也收这个重罪甚至谋杀犯。挪威的司法体系它没有死刑嘛，那最高刑期就是21年，即使是杀人犯最多就判21年啊，但是可以是延长的，如果他表现不好。犯人呢都有权利申请就近改造、参与课程、职业培训和心理的辅导，所以只要是行为良好、改造意愿强又不具有这个暴力威胁的中长期的服刑人员，理论上都可以被分配到这个哈尔登。那分配是由这个挪威矫正局统一调配的，并不是说谁关系硬、谁钱多谁就能来哈。这就跟美国那种靠律师争取轻松监狱的方式完全就不一样。虽然挪威的这种监狱提醒大家说，监狱的意义或许可以不只是惩罚，还更多的是教化，但是这种过于舒适的模式肯定不适合每个国家。对于那些穷凶极恶、坏到透顶的人，不应该像住在度假村一样，这样的监狱里面去享受时光，而是应该接受真正的惩罚。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另一端的极致，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之一——塞德纳亚监狱。塞德纳亚，听这个名字你可能没有印象，听着就恐怖。但在国际人权组织眼中，它就是地狱中的地狱。这座监狱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北30公里，建在山坡上，是军方直接管理的军事监狱。听起来就知道啊，这里关押的可不是普通人。这地方为什么恐怖啊？不是因为它破乱差，而是因为失控。首先，这里就完全没有法律，谁会被抓进来，没人知道啊。就有些人只是可能发了一条社交媒体的帖子，有些呢可能是记者，有些可能是误认了身份，甚至有的是小孩。他们在深夜里就被带走，家人从此再也找不到。没有正式审判，没有辩护律师，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进了这个塞德纳亚，就像被塞进了一个黑洞。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里就提到，这座监狱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默，不是安静，是死寂。犯人被命令不能说话，不能哭，不能咳嗽，谁发出声音，直接拖出去毒打，甚至会消失。我现在就想咳嗽了。而且这牢房是地下的，常年没有阳光，空气中又混着霉味、血腥味和排泄物的臭味，那嗓子本来就难受，就忍不住就可能想要咳嗽，然后又要求死寂。食物每天只有一点点，都是发霉的什么面包啊，还有那些发臭的水。酷刑就是常态，我就不描述了，反正就非常惨。国际人权组织估计，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到现在，有3万多人在这种监狱中消失。曾经有一个逃出来的幸存者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监狱它不是监狱，它就是活人的炼狱。人进去以后，先是忘了时间，然后是忘了自己是谁，最后忘了自己是个人。好在截止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这座最臭名昭著的监狱已经被关闭了。在阿萨德倒台之后，反对派武装控制了这座监狱，并且释放了数千名被长期关押的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目前这座监狱已经不再运行，它曾经的暴行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许多幸存者和人权组织呼吁将它保留，作为历史的遗迹，警示后人。从挪威和叙利亚的监狱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罪犯确实理应承担相应的惩罚，但怎么惩罚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价值观，以及它如何对待看待人。在发达和法治健全的国家，监狱它不仅仅是惩罚的工具，也是一个改造和重返社会的过渡站。而在专制和集权体制之下监狱往往就沦为恐惧的象征，是用来打压意见、控制人民的暴力工具。一座监狱的样子，其实也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缩影。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